有一位柜姐25岁，因为憋尿导致频尿，一天要上厕所20几次，造成生活及工作上的困扰。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中医如何治疗频尿。郑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们想要知道，就是频尿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一天到底要尿多少次，或多少次以上才算频尿？其实啊，这个它的定义是蛮宽松的国际尿失禁学会有定义说，只要白天尿8次以上，晚上有起来1次以上，这个就是频尿了。8次好像那就是平均2小时1次左右的一个，差不多。对，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尤其是女生啊，女生的尿道因为比较短一点，比较容易被外来的细菌感染，所以女生曾经有泌尿道感染的比例是还蛮高的。统计上5个女生就1个曾经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另外呢，就是下段输尿管的结石，也就是说肾以下的这个输尿管结石，或者是说膀胱结石，都有可能造成频尿。因为它会让我们在解尿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阻碍，所以会有一些余尿，解得不干净。最近比较常听到的是一个间质性的膀胱炎，这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一个继发性，就是说你常常感染，结果后来呢，你已经没有细菌了，也已经没有这些病毒了，但是你还是有频尿的症状。我们的患者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女生，那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膀胱呢，它会越来越没力气，然后就是他每一次呢要解尿呢，都解得不干净，可能本来每次要解个200cc，就他只解100cc，都还剩100cc在里面啊。他再增加一点点，他就觉得我又想要上厕所。这个是很多老人家蛮常见到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男士朋友常常呢有前列腺肥大，也就是攝護腺的肥大，年纪稍微长点点的男性患者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抱怨，说每次呢要上厕所呢会有上不出来的感觉，或者是说上的时候呢解得不干净，也是会造成一直想要起来上厕所尤其是晚上。就会还蛮困扰的。还有呢，女生比较容易紧张，在职场上呢，可能一紧张她就忘记去上厕所了。针对频尿的问题，中医是怎么样辨证论治的呢？如果说她是本身有这个发炎的倾向甚至里面是有火气的这个倾向的时候呢，我们呢就用比较属于消炎、消肿、利尿解热的一个方剂，比较常用的是八正散，还有木通、瞿麦、扁蓄、滑石、大黄、栀子、车前子、炙甘草跟灯心草，这些呢大部分呢都是利尿，还有消炎、消肿、解热。当然它要用的轻重比例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本身来定夺。譬如这个商飘消散里面，这个商飘消它是螳螂的卵壳，好可怕在台湾就很少见到，但是古人就发现说，这个螳螂呢，它会在秋天产卵，它会把这个卵呢用一些泡沫呢包起来。你说它本身产卵之后，就外面就有泡沫包起来？对，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泡沫所形成的硬壳，因为它秋天产卵嘛，那经过一个冬天的这个冰雪的覆盖，到了春天呢，它这个小螳螂呢，会从，比如说这边有一大块的冰雪，那小螳螂会从这个冰块里面一只一只的钻出来。所以呢，古人他就认为这个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妙用。当然，古人他就是用临床来尝试，治到最后呢，它就是对膀胱特别有效。接下来是远志，它是安神的药。对啊，怎么会用在这里？因为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时候呢会被催逼，就是说你常常频尿的人，他会变得有点像膀胱过动症他会心理上就有不安全感。如果说我们帮他加一些比较安神定志的药呢，那这样子他在神经系统的敏感度就不会那么强就减少了很多患者的困扰是。那接下来是石菖蒲，它是一个提神醒脑的药。就是说，不能让你呢对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呢没有的话，也会造成漏尿之类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去上厕所反而更惨。所以说有时候还要提神醒脑，这2件事情
它是同时并行，并没有违背。它一边安你的神啊，一边呢提醒你要去上厕所，这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是龙骨，龙骨也是一个安神的药，同时呢有补充钙质的作用。补充这个钙质之后，我们的肌肉系统呢它就会比较安定。那接下来是人参。人参呢就是补气，当然人参呢它本身也有一些燥热，所以说如果你有一点点发炎的倾向，这个就要用少一点点。那再来是茯神，茯神本身有安神、定志、利尿、去湿气的作用。那接下来是当归，任何地方它要强壮，除了补气，还要血液循环要过来啊。最后一个是龟板，龟板呢也是有安神的作用，也有补充钙质的作用，它本身呢也是一个补肾的药。这些药都是比较缓和的嘛。一般西医治频尿会是怎么样去治疗呢？其实我有很多患者呢，他们都是西医治的不想再治了，就是从抗生素吃了好几次啊，第一代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抗生素，那越吃呢人就越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医能够帮忙，像刚才那个八正散，它除了消炎、消肿，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它可以让膀胱里面的尿液呢解得干净一点。那膀胱经过很多次的憋尿之后，它也变得松松垮垮，或者因为年纪的关系变得很松垮，很没有力气，常常会有余尿。这个时候桑飘消散就可以同时跟八正散可以搭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剂啦，只是说我们以这两个，一个是消炎的，一个是补养的，这两个来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膀胱呢，它可能同时有一点发炎，又同时没力气，所以这两件事情有时候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是中医的优势。那他们平常要注意什么？很多人去看泌尿科，医生最后一定会讲一句话，要多喝水。但是呢，第二句话更重要，要多上厕所。大家都以为说，当你有发炎的倾向的时候，你只要不要憋尿就好。事实上，这个还不够。事实上是你要把膀胱尽量的净空，只要它膀胱里面能够净空到什么程度，你受这个尿液的侵蚀的伤害的机会就减少。所以呢，我会鼓励我的患者呢，我说啊，你等一下要回家的时候，在我这边先上一次厕所，到捷运站再上一次厕所。那很多人会说，哦，我那个频尿真的是非常困扰，我常常呢，我上完厕所5分钟还要再上，那我就会鼓励他说，你一定还要再去上，不要怕麻烦，因为把膀胱净空呢，才能够把里面的尿液对我们膀胱这个底部的侵蚀呢减少到最低。可是有时候你并没有办法上厕所，比如说你等一下要开会，对，要开会，像我们这样要录影，一录下来1个半小时，要忍耐，你要忍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多喝水，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让你的膀胱处在一个压力之下。是，等到你可以上厕所了，你可以回家的时候，你多喝水，多去上厕所那另外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到底要喝多少水？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小便的质量。小便的质量是什么意思呢？小便的颜色，还有小便的数量，就是说它的多跟少。如果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你的小便呢颜色非常的淡，然后呢量也很多，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喝太多的水。如果你的小便呢它的量不是很多，然后颜色又有点深有点黄，这个时候你喝水的量就要稍微多。有时候还要看天气，天气热的时候它要喝的水就要多，对，因为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流汗，有时候天气阴甚至下雨呢，你从呼吸里面就可以进来很多的水汽，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喝太多的水，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那先前我们有谈到频尿呢，可能有2个症状，一个是发炎期，一个是缓解期。那发炎期呢，有一道药膳要介绍给大家，医生今天的介绍药膳是哪一道呢？我们介绍一个白茅根薏仁汤，白茅根1两，薏仁2两。先把薏仁稍微泡一下用2000cc 的水煮到滚，再转小火要煮40分钟，因为薏仁比较不好煮。再加入白茅根，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白茅根很好煮，那每天喝个2、3碗。只要你觉得你有一点点在上厕所的时候有热热的，或是痛痛的，或是你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都有帮助。因为白茅根本身有利尿，那薏仁本身利尿、除湿、消炎，
都有解热的这方面的作用。那我们请医生来试吃，就是可不可以只喝汤不吃这个薏仁呢？这样子有一点浪费。其实蛮像吃那个粥的啦。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小点心、小餐也蛮可以，或是早餐也不错啊。这汤蛮好喝的。其实我觉得如果煮多一点，喝汤应该也蛮好的，也不错啊。那针对缓解期呢，医生也要提供给大家一道药膳——芡实山药汤。这2个都是补脾益肾，可以去湿气，又可以补膀胱的力道。这2个煮在一起呢，口感也很好。然后呢，用2000cc 的水煮滚呢，再用小火煮40分钟。是我们请医生来试吃，就这次煮的这很可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就是芡实啊，它好像那个开花一样，它就是这个上面的表皮看起来这样硬硬的嘛，煮完它会整个这样崩开，长得很可爱，很像一朵花。它吃起来的口感跟薏仁也蛮像的，很像。对。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就频尿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膀胱发炎的时候呢，要怎么处理？那平常要多吃些什么？很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